有没有那种惨痛的失败经验，比如面试失利、投资惨败、恋爱被发卡，或者考试只差1分就上榜？那种感觉就像以色列人第一次攻打爱城，满怀信心出发，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倒地不起，全国士气崩溃，约书亚整个人跪下哭到不行。但今天这段经文约书亚记8章1到9节，就是神对那群失败者说的一句话：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对，这句话神在约书亚记第1章就讲过一次，现在又讲一次，就像爸妈看着你考坏了，还拍拍你肩膀说没关系，这次我们重新来。还记得第一次打爱城吗？以色列人满腔热血，但没求问神。他们说那城很小，2-3千人去就够。结果36人阵亡，全军败退，国民心碎。失败的根源不是兵力，而是没听神的指令。所以这次神亲自给战术，你要起来上爱城去，我已将爱城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、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。你有注意到吗？神没有说我会再看看你表现怎样，他直接说我已经交给你。这是应许式宣告，还没打就先给胜利保证。这就像你上次创业失败，这次神亲自当你的顾问说你上吧，我这次陪你一起。或者上次爱情受伤，神对你说这次你学会爱，也学会饶恕。神不是要我们永远被失败定义，而是要我们在他的带领里学会怎么赢。接着神说了一句让军事迷听了会兴奋的话，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哇哦，神这次打的不是正面冲突，而是战略行动。上一次他们硬闯，这次神教他们智慧取胜，所以约书亚立刻行动。他挑选了3万个勇士，记得哦，这次他不是凭感觉，是照神的指令。3万人夜里偷偷出发，设伏在爱城后面。我想那画面应该像特种部队夜行军，大家静悄悄，全副武装，月光洒在他们的盔甲上，风声呼呼作响。约书亚小声说，记住，这次不再乱来，听神的，准没错。我很喜欢这里的转折，第一次他们太有自信，结果输得惨；第二次他们完全顺服，结果准备迎接胜利。神从来没叫他们不打，而是要他们照他的方法打。信心不是蛮干，而是听神的节奏。我们常以为的信心就是神啊，我相信你，然后就往前冲，结果撞到墙，才发现啊，我没问你要不要冲这一面墙。你有没有那种经验？你祷告完说主啊，求你带领，结果5分钟后你自己就开干。神在天上看着你，哇，这孩子行动力真强，就是没在等我指示啊。约书亚这次不一样，他听然后行，他照着神的节奏部署全军，然后派探子设伏兵，自己留在军中。他没有急，他学会信靠与谋略并行。圣经说约书亚打发他们去，他们就上去，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。那夜约书亚在民中住宿。这句话超温柔，约书亚没有躲起来，也没有自居高位，他陪着百姓一起等待黎明。有时候神的胜利不是白天的欢呼，而是夜里的静默。信心最大的功课不是行动，而是在黑暗中等候。神没有改变他的应许，只是改变我们的态度。第一次的失败不是结束，而是训练我们别靠自己，
学会依靠他。而当约书亚这次完全顺服，神就说：我已经交给你了。哇哦，这才是真正的逆转胜，不是靠肌肉，而是靠信心的耳朵。上帝的战术永远高过我们的剧本。第一次失败不是你完蛋，而是你刚开始。他要你不只是打赢这一仗，而是学会怎么打出信心的节奏。所以当你再次面对艾城，别怕，因为这次你不是独自出征，是上帝亲自上战场，让你从失败的灰烬中打出他的荣耀胜利。